秋冬是森林木材采伐的旺季，也是瓦勒斯林业机械经销商的旺季。他们不仅每天向客户交付伐木机和运输机等大型高科技机器，还对其进行维修。在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的弗里斯，一台罢工的机器停在路边，蒂莫特意驱车150公里来修理。马里奥说，控制伐木机的自动系统无法正常工作，通过计算机进行诊断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只有摄像头传感器不再连接。蒂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农业机械机电一体化工程师，这项工作对技术要求很高，他需要把这里拆了，然后看看电缆布局。伐木机的自动控制使伐木机能够自动找到抓取木材的最佳位置。马里奥为一家承包商工作，他开这种新型机器已经很久了，虽然功能很强大，但有太多电子产品，一旦有东西坏了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找专业人士。蒂莫在来之前就怀疑传感器有问题，所以他带来了一个新的，但是安装后并没有效果，他必须重新下载设置。修理已经进行了1个小时，故障根源还是没有找到。蒂莫又拿来一个配件，它是一个控制模块，大约2000欧元，用来将传感器的数据传输到驾驶室中的计算机，重置并重新记录。如果再不起作用，蒂莫就准备拧开伐木机并检查那里的电气设备。幸运的是，整个系统都是绿色的，并且正在运行。看来问题就出在控制模块上。蒂莫测试了一下伸缩臂，将其前后移动了几次，所有功能都很正常。马里奥终于可以把森林里砍倒的木头再次带到路边了。瓦勒斯公司位于布莱梅和汉堡之间的施泰门，不只销售和维修林业机械，还接受特殊订单。就像这台价值120万欧元的伐木机，机电一体化工程师麦克正在为它连接一个装置。虽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但这款伐木机对他来说也是新鲜的。这个装置用于抓取和自动测量树木，并将其砍倒，被安装在15米长的起重臂上。这使伐木机操作员就能够从更远的距离砍掉木材。电工亨宁负责在车载计算机中对基本设置进行编程，并为变速杆分配正确的功能，也就是根据每种树木设置不同的参数。这些机器在亨宁的眼里就像一个大玩具。到目前为止，基本功能还不错。接下来是让他穿过门。大厅的门虽然有5米之高，但仍然经常被这些机器撞到。在室外空旷的场地上，伐木机首次试运行，锯切得很好，喂料也很好，将手臂延长到最大长度，仍可提升2吨。这意味着他可以在距离15米处将树木切断并举起。随后，亨宁来到了沃尔芬比特尔附近的森林里，他要对另一台特殊伐木机进行编程，并教会客户如何操作这台伐木机。客户伦纳特是一名承包商，已经驾驶伐木机8年了。今天这款采用的是新操作系统，他必须接受新操作系统的特殊培训。以前，司机必须手动操作每台伐木机，现在这台主动伐木机可以部分独立地执行这些任务，因此他必须再次习惯伐木机的灵敏度。伦纳特感觉就像在重新学习驾驶一样。这台新的高科技伐木机售价80万欧元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它可以收割木材超过15000个工作小时。根据使用情况，这相当于大约8年。蒂莫是修理车间中4位维修大师之一。这台伐木机的装置损坏，通过目视检查，测量滚有断裂，需要重新焊接。再检查前面的锯箱，这里少了一个螺丝，需要焊接一个新螺母。蒂莫已向客户交付了一台替换机器，以便他可以继续工作，从而避免时间损失。焊接并打磨之后，刀又可以切割得干净利落了。试运行之后，这台280马力的机器可以去森林里继续工作了。它重24吨，被装载到了一辆低装载拖车上。克斯汀负责把它送给客户，并把替换机器带回来。他们的主要客户是私人森林所有者，国有森林和承包商。他现在正在前往的是一片私人森林，距离只有5公里，但街道很窄，他需要注意不与任何车辆相撞，安全始终是第一位。因此每5年他必须参加1周的安全培训。来到卸货地点，修好的机器被卸下，替换的机器被开上拖车。克斯汀必须检查机器是否站得笔直，一旦超过3米，他将不被允许上路，而是需要特别许可。经过仔细检查并固定后，他可以把它拉回施泰门了。在距离公司约170公里的埃姆斯兰的哈泽吕内，承包商雷内的机器出现了故障。第一个问题是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坏了，时不时的就会被树枝夹住。测试之后有电压，电机却不转动，说明电机可能被烧坏。蒂莫用新电机试了试，这是他从施泰门的备件仓库带来的，那里储存了大约5万件物品。新电机转了，它的售价350欧元。在过去，伐木工作都是用马来完成的。自从用了大型机器，环保主义者说他们会压实土壤和伤害树木，最后可能摧毁整个森林。但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，一台伐木机可以代替30人的工作量。将雨刷器更换完毕，更为严重的是加油泵故障。污垢是液压系统最大的敌人。
在打开液压管路之前，必须将这里清洁干净，以确保没有颗粒物进入，否则可能会损坏泵。蒂莫发现泵的吸力有问题，可能是被堵住了。他想排出软管中剩余的油，然后更换一个新的软管。在做这个操作时必须非常小心。虽然这里的液压油是可生物降解的生物油，但仍然不能让它滴在森林里，一切都必须擦拭干净。修理花了1个小时，机器可以再次工作了。森林中木材的主要采伐季节会一直持续到2月底，但对于像蒂莫这样的修理工来说，他们的工作并不会停止。在那之后，仍然有许多机器需要维修和维护。